啊！1976年10月6号下午8点，完了，好日子结束了啊！昨天还在钓鱼、喝茅台、打鸟，今天就完蛋了啊！我们就是中央警卫局啊，834部队，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啊，有叶剑英啊，有他，有华国锋。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他们就是四人帮啊，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就给捆起来了，架走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住双臂压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的束缚，像头发怒的狮子，张开双手，由5、6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1、2米远的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救带架才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汪东兴回忆录非常真实，为什么他掐叶剑英而不掐华国锋，也不掐汪东兴？你听完我刚才那一段就知道了。王洪文的第一反应是暴怒，是被玩耍，被玩了之后，你玩魔，我操，我跟你老毛啊，我跟你拼了，我丢你老毛啊！就像狮子一样。那中南海警卫都是练过的，都摁不住他，2个警卫摁不住他，就挣脱了，差一点掐死叶剑英。如果他们掐住了，那就肯定要往死里掐的啊！好了，完了他就倒了霉了。就是刘盆子是毛泽东让他读的书，但是他有刘盆子之前命而无刘盆子之后命。刘盆子怎么上去的？抓阄上去的。毛泽东的意思就是你怎么上来，你心里没个逼数吧？那刘盆子怎么覆灭的？就是赤眉军兵败，刘盆子被俘投降，人家光武帝刘秀远房 remote 级别的表亲，就把他给放了。但是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同志不放过他。小人自有小人魔，我给你们念念1976年10月20号，中共中央成立由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的王张江姚专案组。1976年12月10号印发整理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括弧中发1976 24号文），还有另一份1977 10号文，中发1977 10号文，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之2。1977 37号文，9月23号发的王张江姚反党罪证之3，1、2、3 3条对于王洪文是这样取证的。就刚才我说多么详实啊！我给你念念啊！我操！我给你们念，我应该共产党内毒有多 low 啊！小粉红现在不知道，我操！你们的洪文大哥哥啊！我操！受了什么罪啊？你们一定要他妈推翻共产党，为洪文报仇啊！王洪文说了，我早就劝过张春桥，我们在军队里没有一兵一卒。我给你念念啊！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在他窃据了领导职务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方法，窃取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气手枪气儿手枪小孩玩的高级手表、石英电子手表，操，还他妈是石英的呀！我操，电子表啊，好吧，太阳能打火机。等会儿，不是这个，是不是叶剑英同志？这个汪东兴同志，你们是有点潦草。打火机怎么就打火机就打火机吧？太阳能打火机这是什么梗？我操！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走了高级雪茄烟35条、酒心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瓶。我操，这是哪个小人？就是快给我站出来，是哪个小人做的？我去，真的是个纯小人吗？这是小人自有小人魔，小孩自有小人魔。我操，那酱菜罐头20瓶也给人列进去了，那2块电子表也给人列进去了，酒心巧克力60盒也给人列进去了。我操，王洪文为了打猎
啊，那还不是因为叶剑英勾着他吗？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1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1万多元。这是什么？我这什么鸡巴玩意儿？奇异牌聚光搜索灯，就是大手电嘛。你妈逼的，这是不是要说手电就显得就是没有那么重要？你看20只啊，连本带利的全连工带料的全算上1万，也就是说啊，500块钱1只啊，这是试制成本，连开模具都算上了。那也就是说，那真正物料成本也就是50块钱1只，那也就是高级手电呗啊。又如为王洪文就是放大镜呗，还太阳能打火机。对呀，就是你看手电就要说美国奇异牌聚光搜索灯，放大镜就要说太阳能打火机，这显着王洪文坏呀。所以这个只有共产党整人啊，可有意思了。所以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1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1000多元。就你妈逼，你太扯鸡巴蛋了！上海牌日历手表，生产几块手表还要调7个工厂。我操，你妈知道的是上海牌手表啊，不，钻石牌手表吧？不，这上海手表厂的不知道的还以为王洪文在做什么卫星原子钟啊！我操他妈的，做了手上就是王洪文要了点手表，给他弄了一个7个工厂，1个商店。哎，好了，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是特制的，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专门制了2套模具，仅这一项就耗费国家资金1600多元。我去你妈，真他妈不要逼脸！我操，王洪文拉的屎为什么不都说那个形状都是为他肛门特制的卫生纸擦？我操，这个都给他扣上，太小人！上海市轻工业局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做，这是3个大小人，我操！然后接着揭发吸血鬼王洪文的补充材料：1. 伙食费（括弧包括工作人员餐补、夜餐、伙补）9207元。2. 水费（括弧按3个半月计算1133.63元）。我他妈水费！那个时候水费他们便宜了几分钱1吨，王洪文3个半月用了1133元水费。王洪文是属鲸鱼的吗？王洪文是要生活在鲸鱼馆里面吗？他妈3个半月，王洪文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的水费，王洪文花了1133块水费，是不是把中南海里边的水费都记到王洪文一个人身上了呀？电费那就更离谱了，一个季度电费，王洪文使用电费5295.6元，一派胡言。就看到这儿我就知道王洪文是冤枉的。就你看王洪文比窦娥还冤，王洪文干啥能3个月花掉5295块6啊电费啊！我操他妈你中南海这个搞个北京军区演习的店都算到王洪文头上了。煤气费3个半月525元，王洪文也是基本上就在那烧山炼钢了可能。汽车费17辆汽车均计入王洪文头上5841元。煤王洪文使用煤炭15吨660元。王洪文还是烧锅炉达人15吨煤。然后呢冷气开放1000元冷气开放就是空调王洪文有1000元，合计王洪文消耗23662块2毛2，3个半月王洪文干掉了2万3，王洪文大大的腐败。这个腐败材料是上海市委办公室接待处揭发4人帮王洪文吸工人血的罪恶这篇材料被王东兴集结为全党印发的中办的正式文件这是正式文件的附录。共产党，我去你妈，这些东西，哎呀，小粉红和共产党先开始误伤了，我操就是为了给王洪文发现了然后接着毁他吃我估计叶帅把他们家那个伙食单子也给王洪文安了一份。奢侈浪费的生活，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食欲嗜好。从曾经接待过他的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工作人员揭发出来的材料看，王洪文几乎每顿饭都要喝名酒，都要吃山珍海味，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
野味他想吃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王洪文要吃田螺，就要动员农民群众下水去给他摸；要吃小豆苗，要组织生产队连夜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鲜香蕉、鲜菠萝，就要由广州用飞机运来。他儿子要吃石榴，也要派人到苏州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物要求，有时要3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的通知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时候更浓烈。浓烈啊，不是我写的，这中办原文啊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古里古怪也是他们的原文啊，我是在念啊，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揭发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我弟兄们，我刚才念到这个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少年啊？是不是青春期少年的爱好？就跟那个法轮功内斗，然后说李洪志是个太坏的人了。李洪志你知道吧？李洪志坏到什么程度？坏了，头上下边都烂透了。我告诉你，李洪志我多坏啊！李洪志喝可乐，李洪志最爱喝可乐，李洪志还打扑克，没事就把身边工作人员拉着跟他打扑克。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这还不够坏吗？我在想，等等啊，作为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的中国第2大的这个政治团体的领袖啊，创始人啊，邪教教主，喝可乐打扑克是他的业余爱好。我的李洪志简直是神啊！我操！我现在正式宣布李洪志道德高尚，李洪志其实是神圣的人，李洪志是一个很神圣的人。我操！你就为什么我一看那王洪文，我又想笑了。王洪文的爱好：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而且还要是很浓烈。这些爱好很浓烈哦。我操，没有一个不是青春期，不是 teenager， 没有一个不是小孩，青春期之前的小孩喜欢到的。成年人的世界，王洪文错过了吗？上海接待处的揭发材料，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那打猎是得晚上去，晚上有的时候就好打嘛，这个都懂打猎的都知道啊。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去你妈！特制了手电就说手电好吗？就是不要为了埋汰王洪文，把手电改名叫聚光搜索灯啊。你干脆叫聚能光子发射炮。王洪文劳民伤财，用了他妈的聚能光子发射炮打猎去。他钓鱼啊，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做鱼饵。这他妈打窝子弄鱼饵，我小时候也是用酒、香油啊，还有面啊，这也叫罪证。我操，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2只木筐浮在水面上，筐里放上水草来引鱼上钩。这不是小孩吗？这纯小，确定无误，他是个孩子。王洪文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儿，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上。食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去你妈的！以我对上海人的了解啊，不要我们对上海人客观评价啊！我操，你们很多小人呐！你妈王洪文是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太子，去你那儿钓鱼去！我操，你们给他把烟点着渗到嘴里，应该都是排着队去的吧？哎呀，我操！帮他钓上那鱼，他负责往一拽，你给他往上摘，那不得说我来，快说我让我表示，我操，让我表现一下擦汗那一样的，我操你这帮小人，我操！哎呀，然后就不说了，就是什么，哎呀，这个东西哪个捞啊，这个捞啊，然后又是食品啊，雪茄又是35条，9箱巧克力60盒，我估计王东兴的数据从这儿来的，酱菜罐头20瓶，我操这，材料还这都是上海人揭发的，上海人就有小人啊，这个龙王归来简直是封神，别扯了，王十一，我说的根本不是封神，这都是小孩的，这都是小孩事儿。我的这次标题王洪文是在爷叔桌上玩小孩唠小孩嗑，你这就是他玩的都是小孩啊！我操，你弄最后给他安的事儿就是做了一个那个钓鱼太腐败了，钓鱼那个为了钓上鱼弄木头做了个架子，架子上放点水草，太腐败了。
然后呢，这些小人整他就是不遗余力。大家知道邱会作后来放出来了，邱会作跟他关到秦城啊。邱会作就是也是啊，那个林彪四人帮那一批的那个被打倒了的啊，文化大革命牛逼哄哄的被打倒。邱会作出来以后写了一本回忆录，他是这样写的啊，我在此念一念啊，刚才的欢乐气息荡然无存啊，就知道共产党这些小人得了志以后有多么残暴啊。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历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就是他们的监房牢房合起来了。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大脑子给他那个折腾坏了。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我们的谈话从谈粉碎四人帮开始。江腾蛟啊，江腾蛟也是部队的啊，也是那个时候被打倒的。江腾蛟同王洪文比较熟悉。江对着王说：“现在你房子里铺着地毯，还有专门值班的警察把饭送到你房子里去，你还副主席待遇吗？”王洪文苦笑着说：“哎，你怎么挖苦都可以。其实我能够自己走路，时间还不长。我每天都会跌倒在房子里。这些日子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只能模模糊糊的记起来。我现在的身体为什么那么坏？要详细说话就长了。他们给我上的刑具是现代化的，那种手铐一动就会自动紧固，你不挣扎还罢了，你越用力挣扎就会加紧，手最后紧固的肿胀，疼痛难忍。我开始是关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的，我在睡觉的房子内装有一个可以定时自响的仪器，声音不算很大，但钻心的感觉，对人的精神刺激特别厉害。听到这种声音之后是无法入睡的，这样无论昼夜都不让我睡觉。我瞌睡的程度别人是难以想象的。有一次我在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我就睡着了，接着就啪的一声响，我睁开眼睛，开水还是烫。到了监狱之后就是他喝水的时候睡着了，是我到了监狱之后是每2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我同我说话，从不例外。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我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他们就给我注射打针，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样睡也睡不着，心里烦躁的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交换的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给我打针。回忆录还写道，邱会作的回忆录还写道，过了3、4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走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个门板一样直直的摔在了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狱管理员立刻说：“千万别动，动就会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行。”过了2、3分钟，王洪文自己慢慢侧过身来，鼻子咳出了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庆堂回忆道：“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散步锻炼，在秦城里边的菜地啊，秦城里边他们可以种菜。走着走着，他忽然间摔倒啊，一跟邱会作回忆一样，就是走着走着没有任何症状就摔倒，大小脑之间的控制已经失调了。池群和我赶紧伸手搀他，但没搀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卫兵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这种病了，你们千万不要搀扶他，你们要搀扶他问题更大，一定要让他自己缓过来啊！”卫兵也懂啊，看来王洪文这个玩意儿就是真的是要自己缓啊。10分钟后，王洪文自己缓过来，不搀就是卫兵们说：“你们要搀他10分钟他都缓不过来，你们不搀他5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等，果然5分钟后他手脚就动了。等他坐起来2、3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才敢和卫兵搀他走一圈。他主动问我：“庆堂啊，刚才我是不是犯病了？”他说：“已经摔过1、20次了，大夫说是植物性功能紊乱，脸都摔破了好几次了。”他后来悄声对我说：“过去呀，曾有1个星期摔过2次，现在啊，大家在一起了，心情好，半个月我才摔1次。”这王洪文就这么惨，还很开心啊！我现在半个月才摔1次，我以前自己关小号的时候，我1星期摔3次，就是很惨啊。刘盆子比他幸福多了，说明什么？说明封建时代有皇上的时代，那个人情味儿实际上要比共产党得了天下那个时代要浓烈的多了。那时候是人的社会，刘盆子一看没什么坏事，那行了，你放了吧，当老百姓去了。本身你也不是那块料，你放了吧。你这个王洪文，大家看出来王洪文是那块料吗？王洪文所有的罪证集合起来，这都是一个13、14岁少年的爱好，就是个孩子。这种人
就往死里整他。这王洪文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干坏事，或者说并没有整这些人的孩子，没有，他就是个造反派，得了钱得了权力以后就是他妈在那玩享受像个大孩子一样，最后就往死里整他。这就是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没有背景的男孩啊，帅哥，靠着颜值被毛泽东这样忽然拔到中央以后害了他这就是最后害死了。悲剧性人物是罪证是钓鱼拿了60盒酒心巧克力，拿了20个罐酱菜，拿了几块手表，拿了2个保温杯拿了2个手电就是几个放大镜，放大叫什么太阳能打火机最后就是弄得死，不让他睡觉，就是折磨他，就是变态就折磨王洪文这些人其实变态，让他写什么材料，他有什么材料可写的？就他那2下子早写完了，就是折腾他误闯天家呀，这话说得好，误闯天家的凡人就这么可怜下场。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忽然把王洪文给抬出来了，我操，就是这个悲剧人生好嘞，不是黄金家族没人保，是真惨，不但没人保中国有多少小人，中国有多少坏蛋，中国有多少他妈的就是隐藏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心理变态的精神病患者，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王洪文身上你就看到了，王洪文一倒，多少人害他这是太惨了。王不瞎玩还能干正经事吗？这话说得好，他能干什么正经事文化大革命那种状态，你要是王洪文，你能干正经事吗？真是没办法。后来呢，怎么死的？1992年肝癌死的92年给他折腾死了，很年轻的50几岁就死了，拜拜。王洪文干啥坏事？没干啥坏事，啥坏事也没干过。他钓鱼、打鸟、喝茅台、买茅台，买别人1块钱一瓶，跟国务院工作人员抢买茅台的指标就干这个。拜拜再见。